电影麦克风带你玩电影，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看完电影就爱 BB 的玄酱。玄酱在此前的节目中曾多次提到1993年香港电影武侠年，有不少小伙伴们很好奇，为什么那么多经典的武侠片在哪年上映不好，偏偏都像约好了似的扎堆在93年上映呢？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既然是公认的武侠年，那么这一年究竟又有多少武侠片上映？这其中又有多少部经典作品呢？这么多问题都把玄酱问晕了。大伙别着急，今天玄酱就和小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1993年的香港电影武侠年。佛山无影脚，黄飞鸿，你不是说佛山无影脚吗？黄飞鸿就不能骗人啊！要弄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武侠片扎堆在1993年上映，我们呀还得从1990年说起。这一年，徐克和胡金铨联手打造的《笑傲江湖》，以中国传统的儒学和道学诠释了中国的武侠思想。大家都是皮毛骨肉性，何必把天下搞得如此之乱？还以诗意的影像将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描绘得极其浪漫，同时又兼具借古讽今的政治批判，再加之陈晓东为本片设计的飘逸洒脱的武打动作，使得本片在上映后就迅速引起了香港电影人的关注。影片不但在业内收获了良好的口碑，更被誉为是新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前辈，您是兄弟，你何必知道呢？就是明这个字，惹出了天下人的福祸是非。要知道啊，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邵氏经典武侠片的辉煌时代结束后的10年里，喜剧、写实功夫、灵幻功夫以及警匪、黑帮枪战等等类型的电影一直轮流交替，占据着当时香港电影的主流市场。武侠片这种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华语电影，几乎已经被当时的电影人和观众所遗忘。而《笑傲江湖》的出现，无疑让武侠片这种类型电影再度回到了大众视野，也再度激发了电影人创作武侠片的灵感和激情。反抗，受死！但此时的香港电影啊，早已步入黄金时期，各种类型题材的电影都不缺乏叫好又卖座的佳片，而且足够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武侠片的复苏并非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尽管《笑傲江湖》口碑上佳，但在当年仅斩获1600多万港币的票房，只排在年度票房榜的第16名，票房成绩实属一般。但是这也为徐克将新武侠电影推向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移花宝典。1991年，徐克新武侠电影的超神之作《黄飞鸿》问世，他将香港电影所熟知的武术宗师黄飞鸿再度搬上了大荧幕，并将其摆在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冲突之下，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之中。西洋战舰都满满的停进了我们的港口，将传统黄飞鸿电影中正邪对立的主题拔升到了民族大义的高度，更不乏思想深度和内涵。洋人在我们的地方画出租界，还设了一个个的禁区。如果我们国人还在互相猜疑，对洋人却处处忍让，迟早我们连做馒头的面粉都没了。而李连杰所饰演的黄飞鸿棱角分明，性格谦卑，严肃之中又不失幽默，霸气之中又不失温情，再加之青春帅气的形象和飘逸灵动的武打动作，深受当时观众的喜爱和追捧。黄飞鸿可谓是票房口碑双收，斩获了297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排到了香港本土年度票房榜的第8名，并且在金像奖上斩获了8个奖项的提名，同时也拿下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动作设计等4个奖项。黄飞鸿，严师傅，我们的功夫再棒，也敌不过洋枪。当然啦，电影产业始终是一种商业形式，无论黄飞鸿再怎么成功，在当时的香港电影市场上始终只是一个个例。仅凭借徐克的一部神作，显然不足以掀起新武侠电影的热潮。这时候的片商和电影人自然也不会贸然的大肆跟风，但是啊，一些商业嗅觉较为灵敏的电影人也提前预见了新武侠电影在未来电影市场上的巨大潜力。
1992年，新武侠电影首次在香港电影本土市场上展现出了超强的市场号召力。徐克和李连杰在92年合作了2部武侠片，分别是《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和《黄飞鸿2》。2部均为续作，但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就均不逊于前作，而2部续作的娱乐观赏性均比前作更强，更加深受当时观众的喜爱。单擒随手转，双擒扣带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的武打设计比前作更加流畅精致，天马行空，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也更加炫目。更难得的是还出现了不少气势磅礴的特技大场面，这在以往的香港武侠电影中是非常罕见的。四势合一。而《黄飞鸿2》相比前作，李连杰和甄子丹同框过招，以及对佛山无影脚动作设计的改良等等，也让本片的打戏更具娱乐观赏性。《黄飞鸿2》上映后，李连杰也正式进入到了全盛时期，成为了继李小龙和成龙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功夫巨星。他在武侠和功夫片中所展现出来的个人魅力圈粉无数。佛山黄飞鸿，一众片商和电影人纷纷开始寻求和李连杰合作的机会。邀请不到杰哥加盟怎么办？那就跟风模仿，或者妄想找个人代替他。我是黄飞鸿，真神假神都分不清。本片的成功也直接掀起了香港电影人跟风创作轻装武侠片以及功夫片的热潮，所以93年的武侠片大爆发和杰哥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你们在干什么？扎马步。扎马是这么扎的吗？除此之外，徐克在92年还联合一众大咖推出了《新龙门客栈》。本片被誉为是新武侠电影的巅峰之作，凛冽的大漠、西北的民风、江湖的侠义、精彩的武打、考究的服饰、精致的故事、完美的细节和鲜明的人物性格等等，构成了这部电影难以被超越的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本片原定是由杰哥出演，但是因为杰哥经纪人被枪杀，使得杰哥无心拍戏，从而错过了这部电影。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来，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头干一杯。而除了徐克和李连杰之外，当年票房号召力独孤求败的星爷，也联合王晶、陈嘉上和杜琪峰3位导演，推出了《鹿鼎记》及其续集《武状元苏乞儿》以及《审死官》。这4部神作都融入了大量的武侠元素，并且都进入了当年香港电影本土票房榜的前5名。庞大的观众群体也通过星爷的电影开始重新接受新武侠元素。星爷虽然不像徐克那样主动的去推动新武侠电影的发展，但93年武侠电影能够大爆发，星爷的贡献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他打断我们的打鼓棒了！徐克之前连续2年的新武侠电影作品都获得了成功，新武侠元素在当时还未被电影人玩坏，被拿来与无厘头喜剧融合，自然是首选。这4部包含了大量武侠元素的高票房电影，证明了观众是非常乐意接受新武侠元素的。既然市场巨大，自然无数电影人就要开始跟风模仿。就是神经病的海公公，海公公，他现在疯到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客观来说，没有星爷的这一波神助攻，新武侠电影的热潮仍然会被徐克和杰哥掀起。但那么多武侠片是否还会扎堆在93年，就真的不好说了。品味与人不同，真是能人所不能。老爹钦佩你，我陪你上京。此外，刘德华、林青霞主演的《绝代双骄》也是以武侠为主题的电影。还有李力持导演、谭咏麟、梁家辉等一众大咖主演的《黄飞鸿笑传》，更是恶搞了徐克版的黄飞鸿。本片虽然是跟风模仿，但是却是质量上乘的经典喜剧电影。黄飞鸿是你打的吗？黄飞鸿属于我一个人的，只有我可以打黄飞鸿，你们记住了。飞鸿，你放心，有我时间在的一天，我不会让别人打你的。好，谢谢。前面提到的这9部电影全部进入了香港电影本土年度票房榜的前20名，有6部进入了前10名。《黄飞鸿2》虽然只排到了第12名，但是依然斩获了3050万港币的票房佳绩，放到91年也是稳进前10的。全都是装神扮鬼。在众多大神的强力助推下，无数观众心中的武侠梦被再次唤醒。再加之当时的香港电影圈拍片快而且高质量，并且爱跟风，
所以一众香港电影人不是在拍武侠片，就是在拍武侠片的路上。92年末至93年初，大量新武侠题材电影开始被拍摄制作。1993年，香港电影武侠片大爆发已成为必然之事。龙归大海，运转世界，华山剑法。对。总的来说，徐克让武侠片在邵氏之后焕发了第二春，杰哥则赋予徐克的新武侠电影独一无二、无法被替代的魅力，推动了新武侠电影的热潮。其行不正，欺神骗鬼，还说什么保家卫国？哼！星爷则凭借自己强大的票房号召力，送出了一波神助攻，让武侠片的爆发时间直接锁定到了1993年。不见不散。变态。1993年总共有143部香港电影在本土上映，武侠、功夫题材电影超过50部，被公认的经典作品有星爷的《唐伯虎点秋香》，他的战斗数值竟然高达好几百万呢，难道是超级忍者呗？李连杰的《方世玉》及续集，《黄飞鸿之狮王争霸》，《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太极张三丰》，《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林青霞的《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白发魔女1和2》。你是中女，我就要杀你。赵文卓与徐克联手的《黄飞鸿4之王者之风》。甄子丹和袁和平联手的《铁马6》和苏乞儿。梁朝伟的《新流星蝴蝶剑》和《新仙鹤神针》。我叫你五星迷踪步。狄龙的《一刀倾城》。郭富城和狄龙主演的《赤脚小子》。梁家辉的《水浒传之英雄本色》。大哥，我还没站稳就죽어。众星出演的《武侠七公主》、《神经刀》和《飞天猫》，还有《东成西就》。好，我控制我自己。降龙十八掌！哇，他怎么比我还疯啊！此外，梅艳芳的《东方三侠》和《现代豪侠传》虽然是时装戏，但也是武侠片的内核。还有林青霞携众星出演的《黑豹天下》，也是一部现代武侠片。而谭咏麟主演的《黄飞鸿对黄飞鸿》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娱乐电影。吴英九。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被公认的经典武侠片外，还有黎明和张敏主演的《飞狐外传》。本片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搞喜剧。不过片中也有不少的经典桥段。你干嘛用音效？信不信我把你眼睛挖出来？张丰毅、莫少聪和关之琳主演的《刺客新传之杀人者唐展》是一部邪典武侠电影，风格凌厉诡异，比较暴力，满满的都是血腥味。寸草不生，鸡犬不留，痛苦。郭富城与众女神主演的《笑侠楚留香》，无论是电影配乐、动作设计还是视觉效果，在93年的众多武侠片中算是比较出彩的，除了故事有点扯之外，基本没啥毛病。好危险！狄龙和陈勋奇主演的《边城浪子》，人物塑造的不错，而影片中的整体节奏也是张弛有度，还有一些奇招异术也能够让观众眼前一亮。只是影片有点偏向旧武侠时代的风格，卖相不是太好，结尾有些随意。我为了替他还赌债，甘愿卖身到杏花楼去当妓女，可后来我才知道，也是他害的。不是啊。王群主演的《黄飞鸿之男儿当报国》，演员也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对清末社会风貌的还原也是不错，中规中矩，没啥大毛病，但也没啥出彩的亮点。朗朗世界，公道在天，我跟你们走。这一年还有不少质量不错的武侠片，随便一部拿出来都比现在的武侠影视剧好看。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玄奘在这里就不跟小伙伴们一一介绍了。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如果小伙伴们发现玄奘说漏了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关注、点赞、转发来一波。玄奘打卡下班喽！回马枪！哈哈哈哈！你老子蠢，你比他更白痴。明知没有枪头，你还要捅啊？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